干什么？造反吗？官家有旨，杨斌、史鸿昭、王章等贼图谋大逆，罪在不赦，即行诛之。杀！叔父总以朕为小孩子。朕发往枢密院的诏书10份，倒是有9份被他驳回来。郭家叔父就不似他那般跋扈，此番又立下赫赫战功，压制朝堂是尽够了。他做枢密使，杨家叔叔想必也没有话说。正是因为郭威此番立下大功，在军中有了声威权柄，才万万做不得枢密使，否则只怕会比杨斌更加跋扈难治。如此大功，总不能不赏吧？官家，河北毗邻契丹，边事日紧，正缺个妥当之人坐镇。臣以为，可加郭威为使相，仍兼枢密副使，出镇腋下，总领防务。有此人领兵在外，朝堂之上，杨斌与史鸿昭也不至于仍像以前那般跋扈专权。父亲，陛下派人把咱们拦在洛阳城外，连城门都不让进，还要让父亲转到腋下，整肃军队，2马备边，这什么意思？你为何回堂京师？待我捎一封书函给杨相公。诸位，朕陛下，老臣斗胆，敢问陛下，据平乱功臣于都门之外，是谁的主张？杨相公，朕非是不欲郭令公回城，实在是边境有紧，河北那里确需一妥当人坐镇，不得不劳动郭家叔叔一遭了。此事倒是奇了，中书省不闻，枢密院不语，陛下居于深宫之中，反倒先得到了消息，不知是谁报与陛下的？是武德司的探视吗？陛下，讲。启禀杨相公，正是武德司探视，探知此事，这才奏告陛下，欲作防范。武德司真是好本事啊！纵横京师，刺探大臣犹嫌不足，居然将手伸到河北边城去了。却不知讯从何来啊？哪一州？哪一军？哪一县？北国有入寇之意，边臣率臣茫然不知，与朝廷无一语之计，反倒劳动天子内臣操心。如此蛮汉之辈，何以牧养百姓，守卫疆土？武德使不必为此辈隐瞒，只管说来。只要事机属实，老夫这便表奏天子，砍了这帮废物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若是讯息不实，便不是守臣失职啊，而是武德使欺君了。既如此，臣请陛下斩李业，以正朝堂。
杨斌不是要杀了臣，他是要将武德司的探视之权也给夺了去。他是枢密使，外联大将，内秉枢要。若是再控制了武德司，这便可隔绝内外，彻底将宫中的官家变成聋子、瞎子。陛下，权臣逼宫在即，陛下若是不能当机立断，只怕明日便会有新教门之变，先帝和祖宗皆不能确实矣。陛下，你父亲身体怎么样？有劳叔父惦记。父亲身子骨尚好，现在每顿还能吃2大碗羊汤，2个饼子。能吃能喝便是福。国权让你带什么来了？这是家父要给叔父的信。雀儿是个老家贼，诱点衙中机密多年。文字上的事儿，最是仔细。真想说的话，万万不会落在纸上。坐。说吧，他担心些什么？家父说，先帝大行，兴居四统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先朝老臣，终归是要退归临下的。现是新老交替之际，局势晦暗难明，倒不如趁着老一辈的功劳情分尚在，自请出战外藩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嘛。朝政诸事，就让年轻人折腾去吧。倘若未来国家有事，还有拨乱反正之力。都是帮老家伙了，岂有贪权揽政之意？世道乱了这么多年，好容易过几天安生日子，谁会想让一些成都社属之辈毁了这局面？也不是不能退。当今天子虽然年轻，但本心却并不坏，有我们老一辈的看着，历练几年，未必不能成起事来。真正坏事的是李烨这般小人，可偏又是老嫂子的亲弟弟，我们总不能拖出去一刀给砍了吧？武侯是如何说的？亲贤臣，远小人。待当今天子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我们这帮叔叔们该退的时候了。亲贤臣，远小人。是，杨相公是这般说的。这是武侯出师表里的话，他没说全。亲贤臣，远小人。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，亲小人，远贤臣。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。咱们这是大汉，算是先汉还是后汉？京师要出大乱子了，你别歇息了，即刻回京去，将家里人都接了邺城安顿。是。文仲回京，已是中之枢密院事，均归以左监门外大将军，提举武德司。
主公可有异议？如此至为妥当。今日便以此奉告天子。干什么？造反吗？官家有旨，杨斌、史洪昭、王章等贼图谋大逆，罪在不赦，即行诛之。杀！门下盖闻：治乱之道，在乎正邪之辨。正必赏，而邪必办。杨斌、王章、史洪昭等逆臣，为众藩侯，抵于沿县，有司议罪，图谋大逆，其罪一；护市弄权，其罪二；不恤民利，其罪三；任人为私，其罪四；排斥贤能，其罪五；暗蓄奸佞，其罪六；访于群议，其罪昭昭。天人共愤，当治极刑。特着勋臣礼业，诸子三僚，以儆效尤。主者施行。朕本念及他们是先帝的老元从臣，故而处处忍让，奈何此辈欲壑难填，变本加厉。朕为社稷苦，为梨树苦，不得已而处之。先帝在前邸，苏相狗便是幕中第一谋主。枢密使一任，非相狗而不能为之。陛下，老臣不通军事，与诸将素无恩望。臣请以枢密副使郭威拜枢密使，统内外军事。郭威，谁呀？衙内，法官官好。姨娘，现实情势危在旦夕，我再不出场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吩咐下去，准备车驾。何府上下168口，要收拾行囊上路。先准备2辆车，你和君贵带着孩子们先走，连同亲哥和义哥一起。除了一路上的干粮和水，其他都是身外之物，一律不带。半个时辰之内准备停当，即刻启程出城。我当初便劝过你父亲，别去做什么劳什子天子，在太原镇做个藩镇有什么不好？这江山岂是容易做的？这般世道下做天子的，哪个不是上弃父母下弃妻儿的狠心人？可你竟做出这般蠢事，自毁根基，这天下哪还有你我母子的容身之处？儿臣也是为了江山社稷。就
你也配提江山社稷？你阿爹留下的江山社稷，如今已被你弄得危如累卵了。母后息怒，此事原非儿臣本意，实在是杨斌等人跋扈朝堂，威压百官。如今竟连宫中事也要包揽把持，儿臣不愿做隋炀帝，可也不愿做唐昭宗。你若真的不想做唐昭宗，便召回郭威，将朝政诸事委决于此人与冯令公。你我母子多想保全性命，如今只有这一个法子了。太后和苏相公都还相信郭威，是因为郭氏反计未彰。为今之计，有2件事最为重要。第一件，如太后和苏相公所议，发一封诏书到腋下，召郭威回来主持朝政。第2件呢？以武德司亲从亲事，围住京师郭府，致其亲族妇孺。若郭威肯回来，那便是可以托付大事的忠臣；若他不肯回呢？那便是抗拒天子诏命，反心已露。太后和苏相公也不会再护着他了。官家，武德司的探视今日看到郭荣回府了。衙内，大郎来了。元老，夫人，嫂嫂，出什么事儿？出什么事儿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我今日守职的时候，听闻武德司的人要过来封锁府邸，我特意赶来向府中通报一下，好早做打算。可你，枢密和朝廷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？啊？说话呀！武德司的人马上就到了。君贵，既然武德司的人马上就要到了，若是府中无人，岂不是坐实了我们的反叛之心？我们就不走了。但是你一定要走，你一个人，杀也要杀出去。夫人放心，我会护送小乙哥出城。转告你父帅，若是朝中情势缓和，我们会替他守好这个家，等着你们回来。若朝中情势恶化，只有不忍言之时，让他替我们报仇。
我听好了，一个也不准放过。是。清军侍卫怎么在这儿？站住！王琴，哪个衙门的？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谁呀？不知道是吧？哪位呀？说的。走。大郎，大恩不远行。问枢密伯父安康。上马。新补给的草料，接着撤。快！左天门卫办，要一城无福，见过上差。给我画琵琶，快去！可有见过有中使从此处路过2个时辰前刚过去。上官，下官准备了酒食，可吃些再走啊。上差，上差。左天门卫办差，少臣，你没事吧？去，快卸琵琶，快换马。上差，中士2刻之前刚刚过去。你的腿。朝廷的中使入城了。将军，将军，中使在哪？中使刚刚入城。去，快！朝廷的中使正在宣旨。门下，国家登严必仪，内以启功于术士，分币藩汉，外以发政于四方。其意枢密使郭威，据邺都而蒙悖逆，拥军众而显意志，致国本动摇，社稷临危，本应有司言议具行百弊。然念郭威往速亦有。朝廷规制，宣调结阵，当有枢密院的牵押附属。诏书之上，为何不见杨相公的记名？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出事儿了！军官，军官，军官，军官！于宫门之内，
屠杀在职大臣，实在是太不像样子了。宣昭的中使交在秀峰的手上，应该是动了刑。父亲，你可想好了？朝中出了奸人，挟持天子，戕害大臣。我等受先帝恩荫，断难做事。即日起兵回京，以清君侧。起兵回京，以清君侧。起兵回京，以清君侧。郭雀儿反了，河北的10余万兵马也反了。他这是要学杜重威吗？杜重威算个什么东西？他这分明是在学先帝。哎呀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郭令公不是杜令公，能议和便不要动刀子。能战方能言和，这如今军中谁是郭雀儿的对手？冯令公，苏相公，郭令公究竟要做什么？郭威要做什么？陛下当去问郭威，老臣不知。陛下，冯令公所言极是。文仲乃是先帝顾命托孤之臣，说起来算不得外人，自家人还是好说话的。陛下不妨派使节出城，去他军中问上一问。问什么？问问他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退兵的条件。请中使代奏天子，君臣有序，3军将士所食，皆为朝廷俸禄，并不敢以官家讲什么条件。然则，凡事必有因果。这许多重臣宰辅飞行受禄，总要于天下有个交代。臣等不敢冒犯天子圣谕。还请武德司李使君移步军中，为众人分说明白。郭令公说，只有这一个条件。退下吧。诺。官家。这是郭威的缓兵之计。缓兵之计。京师守军皆是先帝从河东带来的旧部员从，心向刘氏，忠心不移，足可与郭威一战。郭威麾下皆是叛军，倒返京师，乃是为其蛊惑欺瞒，粮秣辎重，自然是不足的。一旦陛下发诏，指其为叛逆，京剧之下，军心必乱。郭雀儿只不过是强压着罢了。若是此时开战，其必然是溃散败亡。郭威不是不想打，实在是不能打，不敢打。
他想不想打不知道。可今日朝堂之上，阿舅也见着了，冯命公、苏襄公以下文武百官都是不想打的，就连太后也是。朝中文武不敢与郭雀儿死战，皆因以为此事尚有缓期，还没有到不死不休的地步，人人都还存着退步之意。只要断了他们的退路，众人自然会遵奉官家旨意，与郭雀儿殊死一战。退路？如何能断了他们的退路？